2026年5月，李显龙以国务资政身份访华，行程单上刻意避开了北京，直奔广西和上海。不少外媒和评论家立刻跳出来，把这解读为新中关系降温，甚至猜测是新加坡在美国压力下做出的外交降级。如果你也顺着这个逻辑想，那就完全低估了新加坡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存智慧。这绝对不是什么退让或者疏远，而是一次极其精明，直接关乎新加坡未来20年国运的战略卡位。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在这场看似反常的不进北京的资政外交背后，新加坡到底在中美博弈的夹缝中下着一盘怎样的生死棋局。看完这期视频，你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将彻底告别非黑即白的战队思维。要看懂李显龙资政这次行程的深意，我们必须先直面新加坡眼前的现实危机。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转口贸易占我们 GDP 的比重常年超过 20%。 这 20% 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宏观数据，它直接关系到樟宜机场的货运、大市港口的吞吐量，以及本地物流、金融、海事等无数个家庭的饭碗。到了2026年，全球供应链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重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中美贸易关系已经实质性进入了竞争共存的新常态。这意味着大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正在重新调整，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正在打碎原有的全球化链条。过去那种只要守着马六甲海峡就能舒舒服服做全球货物中转站的日子正在一去不复返。如果中美直接发生贸易摩擦升级，或者区域性供应链发生断裂，新加坡的经济动脉就会面临梗阻风险。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小国，我们没有资格在风口上被动等待。面对大国绕开中间商直接交易的趋势，新加坡必须主动出击，重新校准供应链战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访华的重点根本不在于去北京进行象征性的握手，而在于去地方打通真正的经济大动脉。第一站为什么偏偏是广西？答案藏在一条关乎新加坡未来物流霸权的生命线里，也就是中国东盟陆海新通道。长期以来，新加坡的地缘优势极度依赖马六甲海峡，但这恰恰也是我们最大的软肋。随着大国在南海和印太地区的博弈加剧，一旦该海域发生地缘摩擦，或者周边国家推进替代性运河项目，过度依赖单一航道的风险就会彻底暴露。而广西正是中国西部内陆连接东南亚的最短出海口，通过陆海新通道的铁海联运，货物从中国西部重镇直达广西钦州港，再海运到东盟，比传统顺长江入海再绕行马六甲的路线，时间足足缩短了 30% 到 50%。 在全球供应链高度碎片化的今天，谁能掌握更高效、更安全的物流通道，谁就掌握了区域贸易的定价权。李显龙资政重点考察广西，核心目的是要确保新加坡在这条替代性大动脉中不仅是早期的参与者，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枢纽节点。过去几年，新加坡深度参与了广西沿海港口和物流园的建设，我们实际上是在为新加坡的港口买一份巨额的地缘保险。当大国都在寻找供应链的备用方案时，新加坡直接把自己的利益前置绑定在了这条新通道的源头节点上。当全球航运价格因为地缘冲突而剧烈波动时，一条能够稳定运行的通道直接决定了本地物价和制造业的生死。这种绕开敏感的政治中心，直奔经济大动脉的做法，完美诠释了新加坡务实主义的外交哲学，不争表面的面子，只拿实质的里子。看懂了路线背后的经济账，我们再来看人事布局。为什么这次去的是国务资政李显龙，而不是现任总理黄循财？这恰恰体现了新加坡政治架构中最精妙的双轨制设计。在黄循财总理领导下的第4代政府，当前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国内政策的落实，
以及常规的国际多边外交上。如果现任总理在这个中美关系极其敏感的博弈期高调访问北京，很容易在国际舆论场上被外媒放大解读，甚至在华盛顿引发不必要的站队猜忌。而李显龙以国务资政的身份出访，自带一种极佳的去政治化缓冲属性。回顾历史，从李光耀先生到吴作栋先生，新加坡一直保留着让卸任总理继续发挥地缘影响力的传统。作为国际政坛上公认的资深政治家，李显龙拥有极其深厚的个人信誉和跨越周期的人脉资产。这种独创的资政外交，既能向中国高层传递新中关系保持高度延续性的定心丸，又能向美国和西方世界表明，这只是一次聚焦互联互通、地方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务实考察，绝不涉及任何军事或意识形态层面的结盟。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新加坡通过这种双轨制，巧妙地化解了零和博弈的死局，通过老一代领导人的信誉作为压舱石，为新一届政府赢得了巨大的风险对冲空间。接下来我们看看行程的第二站。如果说去广西是为了保住新加坡物流枢纽的下限，那么去上海就是为了拔高新加坡未来经济的上限。李显龙资政行程的另一大重点是考察科技发展与高端产业。回想一下1994年启动的新中苏州工业园，那是我们在中国制造业起步阶段最成功的一次长期深度布局。而今天，中国经济正在坚决地向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攀升，上海正是这个转型的核心引擎。新加坡非常清楚，如果未来只做初级货物的搬运工，迟早会被区域内更具成本优势的邻国边缘化。面对当下中国企业大规模的出海潮，新加坡要做的是成为他们走向亚太乃至全球的高端服务枢纽和区域总部基地。这就不仅仅是提供港口，而是提供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融资通道、顶级法律仲裁以及前沿科技的联合研发环境。比如在人工智能、绿色金融、生物医药以及家族办公室等新兴赛道，新加坡正在承接大量来自长三角的资本与技术溢出。李显龙资政在上海的深度考察，实际上是在为新加坡未来的产业升级探路。我们要确保在未来的数字经济时代，新加坡依然是中国企业最可靠、最高效的国际对接平台。新中双边贸易额之所以能常年保持在稳健区间，靠的从来不是单向的让利，而是这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能精准匹配对方核心战略需求的极强互补性。总结来看，李显龙资政这次不进北京的访华之旅，绝不是什么外交降级，而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小国生存示范。在去政治化的务实包装下，新加坡精准锁定了广西的物流通道和上海的科创引擎，用资政外交的独特智慧，完美规避了大国博弈的锋芒。这也再次印证了新加坡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核心的地缘生存哲学。我们绝不在风口上盲目站队，但我们必须在关键的通道上死死卡位。在这个充满变数和阵营对抗的时代，看懂这种务实主义，不仅关乎国家的宏观战略，更关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财富、安全与饭碗。如果你认同这种沉稳理性的分析，想看透更多国际热点背后的真实逻辑，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